人生无常的感觉。没了，我告诉你，就这么一个简单，没了是最大的事情，对，就是没了，再也没有。他不是爱吃鸭屁股吗？你没有逼我吧？我又谈那个，你哇，你自己找。我不就保证我自己身体健康，晚点死吗？保持的状态好一点，我们可以一起走得长一点，远一点。朋友可以很少，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个左右不了你孤独不孤独。其实只有五行关系，对，我只有吃饭关系，看电影关系，我把它其实一片儿一片儿来涮。我如果不做这个决定，我知道我终了那天我会有很大的遗憾。这是甜的，对吧？你看这个视频里面我已经馋坏了。肉丸子我们叫肉饼蒸蛋，看看熟食吃，看看这是什么？酸菜胡椒猪肚，这个是看一下啊，我自己的哦，排骨海带，这是你们肯定喜欢的，这是腌笃鲜。啊，好多笋啊，料太足了，谢谢阿婆。就像阿公说的，就天天在上馆子的感觉。对他天天他都老想吃，如果乔爷在阿婆的视频里面说好吃，那个多数不托。只有在别人的嘴里面说好吃，那才是真的好吃。好吃吧？我跟你讲，这是相信托说的了吧？托说的都是真的。我早晨8点起来哎呦就开始做饭了，阿婆辛苦了。问了好久。比如说你的粉丝，我都想留言。我真没想到炖盅里面就是炖肉饼，就鸡蛋炖肉饼。家里没菜吃的时候是干的事情。对啊，但你可以放炖盅，它完全不一样，好吃。那家你都吃怕了这几天。我都快吃我不怕一个星期了，我都快吃一个星期了。你不是说吃1星期不怕吗？没事，我还可以吃啊。其实真的，你就炖一碗饭哈，然后他爱吃饭的人，这个一扣，哇，炖盅本身要卖断货啊，我是在因为这里，我不是那个。不，因为为什么阿婆？我买过好多次的炖盅，我一直不清楚应该买什么尺寸的炖盅。就这种最好，不多不少。所以我现在不就知道了吗？这个要调味，这个不放盐，这个酸菜就是我正在腌这个酸菜。我最近开始搞美食研究，你没发现我最近哇很高兴。为什么我这么爱阿婆？就是说，我认为我喜欢的朋友，我愿意接近的人，他一定有我特别欣赏的部分。他永远都充满了生命力。对，我就真的永远都充满，无论他几岁，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容易吸引人的目光的，都是那一些你抓不住的，和他一直都在求新求变，拥有足够生命力，能够感染到你的那个灵魂。我们说我们这花田区是成立，也完全就是想了一下，马上就实现，就干，对，说干就干。对吧？只是想了一下吧，没有想，其实我们都没想清楚。是啊，我觉得如果不是今天遇到阿公阿婆还有花花，其实花花的决断力比我快，比你快的。别看他蔫不拉几。我做决定可能需要谨慎做，但我一旦做了决定，你可能今天看到我觉得明天我就已经做这件事了。没有，这明天完了，完成了。好了。我们看到这种很美的风景的时候，然后就会想到很多人生的最近的得到的一些新闻吧。大 S 然后过世了，我们今天绝对不讨论说是非非啊，没有资格去评论别人的是非嘛。别人家里的是非啊，人家务事儿，对不对？我们说不清。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人生无常的感觉，对不对？这是对的。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什么？我不知道哈，可能很多人现在就是一会儿说汪小菲呀、或者张楠他们一家怎样啊，都只是听听而已，因为确实你不知道，很多东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当时第一下，我不知道我跟他说过，我突然间会站在汪小菲那个角度，
我突然间体会到他写了一个什么我想你，我好想你那句话，很多人不信，但是我突然间信，你知道为什么我信吗？阿伯，我很想知道你信的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大 S 在他心里最早，在他心里我觉得是有地位的。当很多事情，当他自己的本性导致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情感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分开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被掩盖了。就说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个人纷纷扰扰或者在一起，感情如何的纠葛，吵吵闹闹，真的有一天你能想象，当你觉得这个人突然间不见了，再也没有了的时候，你没对手了。不只是对手，就突然间你落空了那个感觉，空的感觉，空了，就那一下感觉，然后而且再也回不来那感觉，特别的难过。就其实我的难过，我是站在那个点，我完全能够有一种共情，我能理解。没了，我告诉你，它就这么一个简单。没了是最大的事情。对，就是没了，再也没了。像打游戏，有的人能够打通关，很厉害。有的人就是 game over 这一半，打着坦克打没了。因为我已经在我的同学中已经有3、4个走了，那就那个时候你会去体会到没了，你知道吗？因为原先就想千山万水，哎呀，回去一趟跟他们见个面，尽管是很难见个面，但是我总是尽管千山万水，我还能联系到他，还能找到他。没了这个概念是什么？永远就没了。所以我第一下想的，我不管是汪小菲还是任何一个人，我都能觉得去理解这个点。就这样。所以我是从生者的角度，当然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从走的人的角度去想，哎呀，人生无常。阿公啊，你这一辈子最不舍得的那个逝去的人是谁？我大姐。对。是。她很年轻。很善良，很善待每一个兄弟姐妹。亲生的大姐。对。亲大姐。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阿婆如果没见过，她现在一直很年轻就过世了。对，她一直留着她大姐给她写的信。当然，我母亲也是舍不得，但毕竟年纪大嘛，对吧？母亲毕竟她就说你会觉得老人家嘛。说起来那个年纪就类似于大儿时的年，比她还年轻。就因为我能够体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再也没有了。就你想什么，你曾经的，尤其是一旦有一些遗憾或者什么，你想再跟他说，你想再说一声怎样，都没有机会了。无论是你要跟他 argue， 还是什么，没有机会了。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人生难受就在这里。就比如说我一个同学，我记得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化疗了。结果，那天我们同学聚会，我还客气我说你要不我去你家，他特地要赶来聚会，他还在化疗，什么都吃不下，但他来做呢。过2天他还带我去玩，他说我带你去走路。等我第2次回来，那时候是疫情期间，他就走了。你想想看，就是一个很平常，可能我回去也不会跟他多说很多，但是没了，就是这样，人没了。所以我这次大 S 那个一说去世，我突然间就感到，哎呀，这样作为生者的角度，其实是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他就过不去这个事情在心里面，就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过不去会不会跟其实你跟这个人之间还有一些没有说清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了的心愿，或者是是的，肯定是有一些甚至只是简单到有一些话你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讲。曾经有很多愿望说，哎，等我回来，等我退休了，那或者我们有机会在家住半年，我们可以一起打麻将，一起玩，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在一起。但是这个永远实现不了，是吧？你回去，你总要有故乡，还有朋友，有故乡还得有朋友。但你这个觉得可以选
跟你一起玩的那朋友没了。来，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未来一定要讲一句，就是有故乡和有朋友，这个2个条件必须共存的这个话题，好不好？和知己、故人，对，故人不一定是朋友啦，但是是故人就必须要共存的这个必要性。对呀。这可能是我们就是背井离乡10几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有感觉的。对呀。我记得是大2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奶奶的年龄其实是80多岁，也不是说是就是很早过世那种啊，但是我主要过不去的那个坎是太突然了，真的太突然了，就是她真的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发烧，也是感觉是个发烧感冒。然后呢，但是就说我们肯定是会觉得很严重，要让他去医院什么。到现在我哥都过不去这个口，是因为我哥就说觉得一定要送他去医院。但是我哥一直认为就是因为这件事造成的，因为医院里呢就有很多的，就是说他会各种，就是说怎么说呢，让你不停的吊瓶干嘛什么。然后呢，就我奶奶最后是怎么过世呢？他是感觉好像好了，医生说可以回去了，他就出来就起来一刹那说叫我哥扶他去那个厕所上个厕所，那一刹那突然心脏顶不过来，然后猝死的。啊？那等于是你哥哥是见到奶奶对当场，对我哥是太突然了，哎呦，没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因为我奶奶一直心脏呢可能是有一点点那个，但是就是人你知道，如果长时间躺着或者是突然一起来一刹那。年轻人有时候都会好像一下子有点供血不足嘛，又输液又对，他等于是老人一下子顶不过来，然后急救不回来了，就是心脏停跳了，就起不来了，就这种状态。我当天回去，当时都身上什么都没的嘛，也没有电话没什么嘛，然后我爸就说你没关系了，已经医院看过了，我奶奶快出院了，那都没问，而且我跟我奶奶都聊过，我奶奶说没事不要担心，你去上学吧，然后我就骑着车往学校走，我骑在路上，在下小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就是一直跳，好像要觉得要出事，对，就觉得要出事。然后我就是骑到，因为我骑过去大概2小时，我骑了1小时，我竟然觉得实在不行，我肯定觉得要出什么事，我又骑回去了。看到我爸在收拾东西，那时候奶奶其实已经过世，就我其实心里最不过去，就是我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但是你另外的想，你奶奶也算有福之人，为什么哈？他们其实没有那种痛苦。我外婆其实过世是，就是说走得很难受那种，但是那时候我在国外，然后他们全瞒着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我回去才知道，就他们不让我知道这事情。但是我奶奶因为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那个是很难过得去，对吧？所以就说你看啊，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看，有时候我就说人啊，你有时候看特别强大，但真正其实很脆弱。刚才之前跟向还聊过，就说这个有的时候确实讲大 S 之前身体基础也很差，也因为工作繁忙，可能也没有保护好，没保养好。但真正讲起来，你即使保养好了又怎样？我们华人都有这么一个惯性，是我们愿意去往好的方向想，甚至是会觉得说，如果往坏的方向想，那是一种不吉利的那种。所以我哪怕脑子念头往那个方向偏了一点之后，我都是要赶快拉回来，说没事，坏的不灵，好的灵。所以我们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去接受那些可能现实的那种状况。对，我们都会期望奇迹会发生。这就造就了我们这个族裔有很多的遗憾。有，对你这么说是。对，不愿意说很多前面的事。我爸其实最大遗憾是，因为其实我奶奶那时候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其实我爸应该感觉得到。我爸呢是就说我奶奶其实是童养媳。所以就是说等于我爸一路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奶奶是相依为命的。所以他是真的很孝顺奶奶。然后奶奶苦了一辈子。我爸最大的愿望就是因为他从来没住过好房子，
所以我爸当时就是刚刚开始有商品房的时候，我爸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在市中心买了很好的当时的商品房，然后装修好弄好，想等让我奶奶进去住，然后装修期间好几次，我爸让我奶奶先去看看，我奶奶都说没事没事，等全部装修好了再去看，但是其实最后就是一就很面都没见，奇怪，就是没见他这个就很奇怪。对，就反正就是这是我爸很大的一个遗憾，等于最后都没见到这栋房。走的人是幸福的，其实他没有什么，我觉得他就是放下了嘛，走跟睡着了遗憾都是留给活着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大 S 这个事情，你看都是身后人的，所有的遗憾哈，纠结纷纷扰扰都是留给活着的人，我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在几年之前还在电台里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把你这句话特别截出来，然后作为当时的那一集的主标题，就是说人生最大的幸运是不留遗憾。但是好难啊，这个课题是，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太难了。我这么说，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理念是这样。当一件事我做不了真正决定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觉得做这个决定到底以后会变好变坏，我完全没法判断，搞不好我这个决定会让我以后走得更差，但是什么东西最后让我做决定的，是我如果不做这个决定，我知道我终了那天我会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会永远觉得我当时如果做了决定会怎么样。你心里因为当你心里是这个问号的时候，你永远就是没有答案的时候，你一定会留遗憾。然后，当遗憾和后悔这件事情给我选的时候，我宁愿选后悔。后悔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做了，但是至少我对我这个人生是我阐释了。对，我觉得我对我人生是负责的，没去做任何决定或者没去做，没做和没做好都会产生遗憾。对。那既然我们的人生都是不完美的，就像我今天跟阿婆讲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注定都是孤独的守着。我们何必再去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结果呢？其实是这样啊，我跟老乔，因为我们俩现在都还一起在走嘛，对吧？一起生活嘛，所以我经常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先走的人，他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不是孤独的啊。因为有一个人给你善后。你这样一说，不推翻了也有的理论。No。对，他是，所以啊，当事人是另外一种想法。对，他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从生命的本质来说，它确实就是独来独去的。你生是孤独的，死也是孤独的去。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在有一次去阿拉斯卡的那个游轮上认识了一对夫妻。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俩是在跟每一分钟竞争的那种关系，而且呢，在我认识他们之后没多久，几个月之后，疫情就开始了，他们两个人在 New Zealand 困了几年啊，OK， 好，就怎么困都不着。男主角是上海人，他们当时是很快就聊到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们会一起吃饭啊。甚至我们在阿拉斯加一起吃皇帝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我们在那个 Traces 吃皇帝蟹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女主角哈，就一边吃一边跟我聊天，聊到过程当中就聊到就是说，她跟她的老公之间的一个约定。她说，她非常肯定的答应我，她一定会比我晚死。男嘉宾，大口的在啃那个皇帝蟹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哟，我不就保证我自己身体健康，晚点死吗？”然后我说这个逻辑很对，就是说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个约定。我们有生之年还有意识的时候，我们许一个愿望吧。对，大家都好一点，在那个一起多彼此。陪伴你一段时间，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你不可能总是有一前一后，一般人怎么说，不会是。但是一前一后是绝对的常态。那是啊，只是说你双方的我们呢都
保持的状态好一点，我们可以一起走得长一点，是远一点。我有我的很好的粉丝给我写邮件，就真的不止一个两个，也有我，比如说我先生或者我太太突然离世，然后我们以前没有什么旅行的经历，但是看了你的频道，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走出去？我记得我最近的几个月的回复，我都会用同一句话来开场，我其实心里面很复杂，你知道吧？我就跟他讲说，人生的旅途注定孤独，这是一个注定的事情。你无论你是以为我说的旅途是人生旅途，还是说旅行的旅途，它注定都是孤独的。你只是说你早一点接受这个宿命，和晚一点接受这个宿命。如果结局都是注定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珍惜这个过程？那是啊，本来你就是美，就像我们今天的，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在一块儿吃喝聊天，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当初想做这个花田趣事，不为别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我们在记录这个美好的、精彩的过程。我告诉你，有的你如果不记录下来哈，你说了可能过几年你完全忘了我们说过什么，你到时候你都不能狡辩，你说过了，你说过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把它记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很多年没有见我的朋友，然后来问我说你最近在干什么，就是你这2年在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不需要告诉他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只要告诉他说，我正在记录我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刻，为了让我到死之前躺着不能动的时候有足够回味的空间。对，看我们曾经嘚不嘚的说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讲孤独症，又让我想到这个朋友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会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就不孤独了，是吧？但其实你觉得从内心来讲，朋友可以很少，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个左右不了你孤独不孤独。其实孤独这是你的内心的感受。是的。有的人朋友很多，他依然很孤独。你不觉得吗？或者是说他有儿有女，全家外人看来其乐融融，但他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最惨的结局是那个你和一个让你孤独的人终老了，这是一个常态。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但我有可能我偏激了。很普遍。我不敢讲。怕被人骂。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你在婚姻中，其实你是很孤独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从另一半身上得到任何觉得是1+1大于2的。其实我觉得刚才在谈的这个所谓孤独啊，给我的感觉啊，林冠谈的是一种负面的一种词汇。其实我要理解的话，其实孤独它至少是中性的，它有很多是好的孤独。其实现在人，我赞同阿公。其实现在人要往自身内心去挖掘你的能量和丰富的内容，因为其实你能够独处、孤单的自己觉得孤独，这是一种境界，很高的境界啊。要去做的一种修养，我觉得。对，所以我有时候就如果你能够做到完全是为自己而活，那真的是孤独出精彩。孤独是可以。我知道，我告诉你，所以我跟你说过，我曾经是社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说朋友不好，因为其实后来就觉得我依然是内心还是没着没落一样的，你没有得到，就是因为你朋友多了，你能改变什么东西？你的本质的东西改变不了。你可能会觉得很热闹、很丰富，但是你没有沉淀，你不能沉淀，因为它老是在翻搅。这个事情太现实了。对，我们搬到公寓以后哈，我们2个就开始感觉有一点怎么讲，
静下来，你真的让内心静下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会觉得空间反而大了。就是因为你有时候是太多的应酬的话，你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善待自己的感觉，就是自己有什么，哎呀，我都在感觉别人的感觉，都在感受着别人的感受，是吧？就有时候真的要太关键了，这句话要 highlight 出来。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社牛天花板，对，社交天花板。当我曾经被人用这句话形容的时候，我当时 shock。那当然因为职业的关系，你必须有那个职业的面具戴在那边，然后让人家觉得说你很容易接近，但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感觉哈，他可以不社交的。朋友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我讲 friendship 啊，不是指哪一个人哈，就是 friendship 是对你的生命过程中非常有帮助、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完善。对。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人也要把握好自己，不可以贪多求重。就是也是有你的能力啊、时间啊，各方面的都是有限的。你不能说整天就是混朋友圈，而是要说通过交朋友，学习从朋友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事情，包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学习技术，还有彼此学习技能，对，还有彼此之间的一种心理上的支撑，对吧？但是不是说整天就是因为这个好处，就是好像有的人说我有什么药可以治病，我就拼命吃，不是这么一个道理，都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定。所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时间来算，你有多少时间，该怎么交朋友，对，才有高质量嘛。才能说起来也是这样，适合的，对吧？因为朋友也不能强求啊，对吧？现在不有一种说法嘛，叫做说，当然这种我也不认同，但是你可以当它是一种说法。所以如果是你对他没有用的朋友，你去拜访甚至问候他一下，都是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你这个呢，就是啊，你确实也要掂量自己，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也要贡献给朋友的东西，其实你也要 share 出去。哎，他说的很有意思。你也必须要 share 出去，不然的话，我必须得补充这件事情。我必须得补充。好，你先补充。你阿公说完再说。我是说这个，其实这是双向的，因为你在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同时你也是作为别人的朋友在跟别人在交往，对，你不能光索取，对吧？而且呢，我觉得其实朋友在精不在多，而且呢，这个精字啊是非常讲究的，所以不是说真的就是说你想交一个真朋友你就交到了，没那么简单。时间在这个朋友里面是极其重要的，没有经过漫长的时间的考验，就像一锅汤没有好好炖出来的话，你真是品不到那个真正好的滋味儿。或者炖罐。对，你这炖罐算2是个半小时。对吧？但是我就这么我做个比喻来说，就是朋友需要时间的沉淀，再沉淀，再沉淀。那比如说我新到一个地方，其实我都会觉得，所以为什么我变社恐？就是你会觉得我的时间我耗不起，就是万一我花了1年2年我交到朋友，后面万一就觉得咱们不是一个频率的，你再去那个就说已经耗费了我很多生命，你知道吧？对呀、它是这样，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段就是付出去的。但这个上我理解就是，这个如果是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朋友圈也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其实在这时间先做好自我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总有对外接触，还要讲究一个缘分，因为交朋友这东西也是不可强求的，不要着急。很多年轻人他意识到了，但他没有能力这么做。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做吗？非常有针对性的做。比如说，我现在只想结交
一起运动的朋友，一起看电影的朋友，一起就像现在说搭子，吃饭搭子，旅行搭子，它就很简单，就是我跟你之间只有旅行关系，对，我只有吃饭关系，看电影关系。我把它其实一片儿一片儿来甩，我不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好，挺好。对，它切成一片儿一片儿很细。你吃饭就没有吃吗其他乱七八糟的关吃系。辣的吗？不吃，不是搭子。蛮吃辣的才是一蛮多现在时之搭子。年轻人这样对吧打篮球的，然后对他们可以，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就是说，因为我有个朋友也叫我去打球，我打了几次嘛，但因为我主要是跟人我也有点社恐了，就是我好像感觉完全不认识，这样打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再加上自己也忙，对，然后我就，但是他可以坚持4年5年，一直在跟他们打球，但是神奇的是，就说他们互相还是连对方到底做什么职业什么全都不知道。有意思，有意思吧？哦，怪不得。这可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怪不得那天那个谁不是跟你说你不要打网球，他就给你介绍打网球的朋友，就根本不用问他是来自何方神圣。对，完全，他们完全，他们打球之间就平时比如说打了休息一下也不会聊私事，可能就聊些什么最近公牛队怎么样，什么队，就是聊篮球的事。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加入微信上好几个群，然后我不参加，不一定参加。比如说看电影搭子，only 只要最近我们有没有一起想看的电影，那个群的名字很搞笑，叫再也不想一个人看电影。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吧？为什么是有趣？比如说，我们想约我们朋友看电影，你又什么又孙子啊，又狗啊，又什么样？又加班呢？又没有，还有这种恐怖片不看的。对，又怎样？不是，对，不是，还有个的确什么知道吧？就是说，当这个朋友已经，你说真的是处得很，倒也不在意了。当就是说这个关系呢又不好不近的时候呢，你光看个电影是不是就这样看完了走了吗？我们要不要吃个饭啊？你好多事情，对吧？实际上你真的只是想来看个电影。出于礼貌，就得问一句说：“你接下来还想去哪儿？”出于礼貌 ，OK。四圈麻将。很尴尬 ，OK。对，如果有这样的，我们以后也可以约人家看个电影。Are you sure？我拉你进我那个群。阿斌，你要朋友吗？讲起狗狗特好玩，有一个那个养狗那天看了一个视频，他说，你不要天天这样子抱着它，你就让它上床，然后怎样，然后它就会认为我是人，我不是狗，然后它从此就看不起周围的狗，他再也看不起，他也不想跟他们交朋友，他觉得我是人，你们是狗。那个人这么说的，我只是转述。刚才这么一说，其实朋友更像俱乐部化，比如打乒乓球找打乒乓球的，打网球找打网球，其实一种俱乐部形式，是吧？哎，我告诉你，不要说这是年轻人啊，我们的老年朋友，那谁你知道吧？他打乒乓球，他在这里都没有不认识，人家就是每周定期就是约了去打乒乓球，其实也是老年人。这是一种俱乐部化，跟我们传统说的朋友还是概念有所不同。当然是新的现在社会现象，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原因，因为各种这个应用程序的原因，可以组织成现在这种形式。我觉得挺好。当然好，这是很松散的一种朋友关系。说句实在话，它就没负担。它不是，其实蛮轻松的，就是很松散的嘛。其实是完全这个应该说2类朋友。对，他这个是。对，一类就是你没负担的这种轻松的，就是做一些什么事，就能分出无数类。无数类。能分出无数类。只是说，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当中，你是不是能接受那无数类？如果能接受的话，其实会日子过得很轻松。一种 relationship，都可以分出很多种类型的 relationship。确实是。你现在包括各种谈恋爱，现在都交不到线下的朋友，都在线上去
去 dating， 很多找不人家有到。我目前为止觉得这是 almost 对，基90%本是这样的。 95%以上的。过去说网恋，你会觉得很奇怪，很那无聊。是古代。对，不只是古代，这在我的观念里都还隐约有这种对他觉得网恋，感觉但现在人家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这感觉就像过去的感觉，就是不知根不知底，就是这样。对，我们过去那个感觉还摸不着的感觉，就是。对呀、也不知道你工作单位是哪里的，嗯这里当然的加拿大不是，下手对吧下手对，工作单位，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对阿公在这个年代，你能知道他从事哪个行业，大概的就不错了，好吧？你看刚才夏不是聊到了吗？啊，这聊来聊去聊了几年还不知道对啊，他是干啥的？不是，他是这里我发现，因为我跟他们打过几次球，就是说，他说之前有些他会跟你聊他是什么行，他会问你什么行业什么行业，这个人明显是带着目的来的。他不是真的来打球，他是过来因为他可能是个房产经纪或者他什么，卖保险，对他很想在这边认识一些什么朋友，然后他推销他自己，或者他想从别的地方，对你就会感觉这个人来玩的不是纯的玩，他们其实会反感这类人。那么当他们开始排斥这种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自己也会最好不要去深聊这些东西了，因为聊了会人家跟你好像有点。他是这种感觉，其实所以故意变成不聊了。不是你有很多人以自己朋友很多为傲。我曾经也是，不要说。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我做不到。现在还有很多。是吧？是。意思就是说，我的朋友圈、我的微信，一下底下偷偷给你计算个数字的时候，他觉得是对他的一个肯定。也是。他的朋友圈发出之后，有多少个点赞是对他的一个肯定。有蛮多人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就是他发的朋友圈多少人点了赞。之后有多少流量，对吧？YouTube 分多少钱给我是肯定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而已。但是我现在我不从别的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可能各有利弊。但是最关键就是我现在要考虑到我要做的事情，我能有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我在这上面，我可能就 care 不了他。你知道很奇怪，就是比如说你朋友多的时候哈，他就不安心，他就很火，他就会一直叫你，就觉得求关注。他皮皮。他会求关注。皮皮很专业。对，就说你关注不了他，他就很火。你看我至少对他我就没办法做到关注。那对他就更不用管了他关注是，我感觉到了，那所以要感觉到。所以你看，你没有是毛剃断了。所以我们你看每次聊天都得给他一个位置才行。一佑姐姐是不是给你一个位置？对，一佑姐姐特地给你铺好了，就是印度买的那个垫子。也好，你愿意交往的朋友也好。对啊。他是不是能够让你舒服？我们可以把这个舒服，你的朋友是不是对你有营养？有没有 benefit 到你？就是很顺畅的沟通。其实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人生注定孤独，包括朋友，就是我婆婆去世之前，她已经自己感觉其实她都愿意走了，因为她属于年纪，她那个年纪，她所有的朋友几乎都走了。他已经感到很孤独。非常，因为他跟你说的。他跟子女关系再好，跟他那个对生活的感受都已经没关系了，是另外一个。他所有朋友都走了。我现在觉得哈，不要在这一刻，就像大 S 这个事情，就让我想，不要在这一刻突然间热闹起来，其实都没有意义的，就是大家这时候如何讲。真正的回顾，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够健在的人，从现在开始，就是彼此互相珍惜，免得到那一刻，你再留那么大的遗憾，是吧？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包括我对皮皮，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寿命就是狗狗就这样，所以我也是一直对他特别好。我希望说。我不留什么遗憾，这是最关键的。你说？我同意。你刚才说了一句还没说完。我觉得生命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有生，必然有离去的那一刻。所以呢，其实就跟你刚才说到狗狗的生命的一样，我们都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前提虽然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常在，但是这个天不随人愿，不一定天随人愿的事情。生命终将逝去。包括我自己都要认清这件事情。对，我们只要心中自带一个对逝去亲人的祝福就可以了。其实是在远方还是近在眼前，你是真心的祝福他们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祝福他们天堂从此没有病痛，快乐，对，就可以。而且就是坚信他们存活在某一个维度。他们会的，但是我觉得生命是很奇妙的过程。我不知道真相，但是我觉得它很奇妙。我们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要珍惜彼此之间，我们要珍惜逝去的生命。对已逝去的人，那我就说我们要，也不要一直放在心里，就说思念够了，然后但也不能就说就此消沉干嘛，成为负担，这就没必要了，因为逝者也不希望你变成这样。我觉得不会是负担。我是经常是感念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对我会有这是那种，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作为生者，就是说，我觉得有件事很重要，就我自己的感触哦，我觉得就是说，该说爱对方的就说出来，因为我哥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最后都没跟我奶奶说过一句我爱你，因为我哥哥真的比我清楚知道他比我更爱我奶奶。我没说出口。从小到大，我奶奶带过来的，然后每次出什么事情，他跟我的做法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方向。就是说我奶奶要给我爸熬什么东西啊，用什么，然后弄得很累，我哥都是用一种很凶的语气说你干嘛要这样啊，你怎么，他其实很心疼我奶奶，懂吗？但是他用的方式不对，我奶奶没法接受这种方式，就是那种好像责怪的啊或怎么样的语气，对爱的表达方式就不对，是他不能接受的方式。那我选择的方式是我陪着我奶奶做东西，我就可能会，其实我也心疼我奶奶，但是我知道我奶奶做这事是她有一种觉得她存在的感觉，信任。对，不是说今天我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帮你做，你不用做了。但是他会觉得他好像他人生就没意义了，对他有他的，对他有他要希望存在的意义嘛，对吧？对我奶奶也是一样。对，我的方式是我觉得我理解我奶奶，我就会去帮她。那但是所以在这点上，我哥其实最后很遗憾，因为他从头到底就让我奶奶一直觉得我哥就是说对他有意见或怎么样，其实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哥其实很心疼我奶奶才会这样。但是他最后后悔，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那句话？因为已经没有机会了。是，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真的，有时候我们平时过得惯了，好像都一切如常，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的事情就会突然降临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哦，我原来去做来不及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做。有一些事情你该说爱，该对人家好，对，该表达情感的，对吧？其实我现在梦中经常会梦到我的父母，我会经常梦到跟他们一起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很，其实就是相聚了。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留在你心里，他们在你心里，然后就是活在你心里，所以你会在梦中跟他们相聚。所以刚才提到大4的事情，其实联想我自己的亲生，我自己的大姐也是这么年轻，也是因为病痛而逝去。但你要尊重生命，没有办法，她是这样的一个轨迹，祝福她从此没有病痛。也许这样，也真的让他们脱离了一种苦海。腊肉、咸肉都。那个谁，这一段掐掉啊，那个哪段？就是他不是爱吃鸭屁股吗？没有逼我吧？我又查那个。你挖，自己找。为什么要查找？真没关系啊。
是有女人因为花花爱吃鸭屁股，他不说，我想形象，他会掉粉啊！形象，我觉得这是超级无敌接地气的事情，好吗？就是说，一般鸭屁股这种东西和鸡屁股，比如说在家里面外婆什么喜欢吃，我外公喜欢吃。上海有专门这个，就是说有吗卤味里专门有这个鸡屁股。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有鸡，他当然他不会写这样写，他写鸡尾。